我带了这个灯上来，然后我把它放在这个相机上，居然放好了，哇塞！这下灯光就感觉好多了。这2天外面都在下雨，而且雨特别大，我就没有办法上天台去拍，因为这个雨特别大，特别的不舒服，所以我就又到了地下拍。但是我上一次拍的时候感觉这个地下的这个光线不太好，所以我这次就用了这个灯。但是这个灯呢，好像光线并不自然，不管它了，最起码把我脸拍清楚吧，对吧？我没有什么要求，最起码脸拍清楚吧，我觉得这不是面子问题，就是要把我的脸拍清楚一点，对，我正好这2天就是在上面拍，然后拍的没什么感觉，也不是没什么感觉吧，主要没办法在家里拍，我爸在家我只能躲他远远的，就是躲着，主要是躲着嘛，所以现在在下面拍这个下面我这边是一台除湿机，我上一次说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成了加湿器，就闹了一个乌龙，然后这个月车子要拿去做年审，还没有时间去弄，还要把车子保养一下，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保养估计下个月去保养吧。这有车真的很烦超级烦，并不是说有车很方便。其实如果说就是如果说住那种大城市的话，有车子会很方便。但是小城市车子很麻烦啊，虽然开车子很有就是就是防风嘛，挡雨这是开车的好处。还能听音乐主要是快，但是停车真的很麻烦，哪里停车都要收费特别麻烦。所以说想找个免费停车的地方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就车子一般都停在家里面，这个问题非常的麻烦，相当的麻烦。然后我怎么说呢，这个车子吧也买了有10年了，对，是当时这个车子大概10万出头的车，我当时买这个车是家里面买的吧，我当时存了有8000块人民币，所以我交了8000，其他的费用是家里出的，大概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买车嘛，多多少少肯定是要有面子吧，我是这么认为吧。我觉得不光是在中国，应该在很多地方，大部分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那都应该会顾及到面子这个问题。所以说买车的话，其实多多少少也是有面子嘛。因为那时候我10年前我大概25岁左右，那时候对那时候想谈女朋友啊，对，那时候虽然也没怎么谈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不顺吧，反正感情都是不顺利的。那个时候，但是有个车子嘛，就是所谓的如果说相亲之类的，在那个时候，在我25岁的时候，相亲之类的，有个车肯定要好很多那反而车子最后就是会引起就是形成了我相亲的一个累赘。对，因为相亲的时候就很麻烦，就是介绍人总会说你男孩子就是如果有车你要去接这个女孩子，还没怎么样，为什么我要去接她呢？对不对？这真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如果谈恋爱的话，也是要什么专车去他家接他，再来回送，我最后再回家。Oh no， 这个面子我不需要，真的，我觉得真的这个面子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害人的。从出生开始，从一个孩子出生就开始要面子，真的，我家里还好一点，因为你看我穿衣服什么的都不是很挑的，就是舒服就行了。没有说刻意在意那种面子，只要穿得出门，只要 OK 就行了。
舒服嘛，看起来不是很怪异的那种衣服就 OK 了。但是很多人就是家里面就穿衣服一定要穿的很品牌啊，品牌要有品牌，要有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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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对，面子真的把人害苦了。面子这个东西啊，对我来讲，我就是说我比较主观的东西啊，不是讲别人啊，不是讲客观，就是对我而言，这个面子真的，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用啊。面子你没办法给我带来钱嘛，没有办法去换钱，面子没有办法去，就是连一顿饭都换不到，这种所谓的面子有什么用呢？就是说孩子嘛，从小嘛，在这个如果从这个中国一般是有这种就是这应该叫习俗吧，还是民俗啊？就小朋友在多少岁的时候，好像1周岁的时候吧，要抓什么东西，对吧？你要抓笔，还是抓什么筷子，还是抓什么餐具啊、笔啊，还是什么工具之类的，会让小孩去抓。你抓到哪个就叫什么？这个在中国叫抓周，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中国都有，反正我们这边有，就是抓周嘛。抓到什么，他以后可能说就是有个寓意吧，就说以后能够抓到这个笔，他以后就是动笔的啊，就是文科类的那种啊，对，就会有这种什么所谓的是有寓意吧，有才华这些东西，学习好啊，都算。所以什么抓到什么，然后就能当警察呀，就是公务人员嘛，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啊。你看从小就开始搞这个，而且搞这种东西，就小孩出生了，你还1个月之后，就要办满月酒，在我们这里是有的，满1个月了，出生到满月就要办一次吃饭酒席，要摆很多桌，要招待请人吃饭，亲朋好友什么的，对吧？然后看谁家摆的这个满月酒摆的排场大，豪华，还是说饭店档次比较高，这个就是一个面子问题啊。刚才那个抓这个周岁嘛，1周岁抓周啊，那也是一个从小就开始搞这些东西，有的甚至说给小孩子喝什么奶粉，他都要会比这种面子，对，就是现在我所看到的只是这种情况吧，然后就像我小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同学，班上同学什么的喜欢看 NBA 篮球嘛，看篮球什么的，我不看球，我不看任何这种运动类的东西，我除了那种奥运会这种类型的，我会偶尔的简单的看一看，但基本上这种运动类的东西，球类的我不喜欢，除了台球我会看一看，对，台球我会打台球嘛，除了我会打台球我会看一看，什么篮球、足球我都不喜欢看，但是小时候身边的什么同学，他们都很喜欢什么，特别是主要是男孩子啊，都喜欢足球。对，因为我们这边当地没有什么足球文化呀，就没有，从小就没有让我们接触过所谓的足球，也没踢过足球，就很少踢足球的。篮球也是到了上初中以后，才有所谓的篮球这个东西让你碰的，所以从小就没有这个环境去碰这个球，所以我真的是没有这种对球类的一个爱好，所以什么某某球就是篮球明星、足球明星，我就这种世界知名的我可能知道一点，但我并不知道很多啊。但是如果在上学的时候，我刚听到外面好像有声音啊。上学的时候，如果在初中，如果班上有同学说这个足球明星啊，你要是不知道，就会有同学觉得很没面子啊。包括不认识这个汽车的品牌啊，看到这个车子开过去了，这叫什么啊？不认识，就感觉好像很没面子一样。
真的这种事情很常发生的，经常发生的。然后就是上了初中，初中嘛，都长个嘛，男孩子长高嘛，都流行，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初中就是流行篮球嘛，打篮球，一般体育课打篮球，下课了一般10分钟来不及打，就是体育课打篮球，什么什么打篮球，放学打篮球，他们同学喜欢打篮球，我只打过1-2次，我真的不喜欢打篮球，我对这东西从骨子里从小到大我就没有这种，就不喜欢。然后班上同学就是买衣服会买那种所谓的运动品牌，什么篮球运动员代言的，就是运动员代言的那种品牌，篮球明星、足球明星代言的某些品牌衣服，哇，就感觉同学他们，特别是鞋子，哇，鞋子有的说哎，像我穿鞋子我不挑，就主要舒服 OK 就行了，穿出去只要不难看，就是我自己认为不难看就行了，主要是这样。但是像如果说像班里同学要穿鞋篮球鞋，一双篮球鞋那时候就是人民币就要700-800，1000多、2000多、3000多人民币，有必要吗？真的好贵啊！对，因为像我这种普通家庭的话，就是以前我觉得，首先家里面不会对这个东西说就是说买的，然后对我来讲我也觉得没必要，所以说基本上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面子问题，没有这方面的情节。但是班里同学就是他们经常会穿一些什么耐克啊，对，耐克其实那个时候都少，他们喜欢穿什么乔丹啊，还有什么牌子我也不认识，李宁啊，大概就是这些牌子吧。说对，我认识的牌子不多，这种类似的牌子我基本上不关注了，所以我不认识的很多。对，因为我是买过耐克的，所以我对耐克是有认识，但是我买的耐克是 A 货，不是正版的，是 A 货。对，我对于鞋子的话，我更喜欢日本的品牌，什么亚瑟士的日本牌子的鞋子，我觉得还不错，很舒服。对，好像还有三叶草是哪个品牌的，我记不清了。三叶草我也记得，就是因为这个鞋子舒服嘛。对，现在这个年龄呢，基本上都是穿国产的鞋子比较多一点，一双鞋大概40到50人民币就 OK 了，也穿不坏，穿到脚上只要舒服，只要脚穿的不痛不累，基本上就 OK 了，不勒脚就行。对，这基本上就是初中的一个现象，一个是衣服，一个是鞋子，就班里同学特别追捧的东西。就是他们偏运动的这种，因为男生嘛，在这个年龄特别活跃，对，运动基因会从10岁，应该从12岁吧。我们初中是几岁？初中应该是也差不多吧，初中3年嘛，初中出来都上到高中的年龄大概也就15岁左右吧，对，差不多15岁16岁。那初中也就是12岁13岁左右吧，3年嘛。那个时候的就是状态，那时候人的状态就是我经历的都是喜欢，大部分男孩子都喜欢追求名牌啊，但女孩子我不了解，我对女孩子不是很了解的，对，他们追求什么我不知道，起码男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喜欢追求这种鞋子衣服之类的，对，因为基本上学校要求穿校服比较多一点，所以说衣服的话倒还好，主要是里面穿的衣服，外面都是穿校服，大家都一样。我是不追求，对，我一个是，一个真的是，我觉得没必要。而且我觉得衣服其实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嘛，只是它可能材料都一样，但它换了个品牌，它的价格就会高很多，但是它的实用性并没有提高，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价值观问题。我认为如果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材料，那如果高科技的东西，我认为是
是值这个价格的。比如说手机、相机，那如果说它贵一点，它价格高一点，包括我家里用的什么投影仪啊，我只谈家用啊，吸尘器，微波炉，包括一些锅，厨房用的锅啊，这些东西，空调，对，空调，或者是一些就纯谈科技、高科技类的东西，就是有高科技成分的东西的话，这个我是愿意花钱的。我觉得那个一定要买好一点，对，这个我觉得买好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对，首先它能用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买这样的高科技产品的话，我觉得也不是说所谓的面子吧，买那种质量好的，并不是买品牌最贵的。就对，就是我会看很多的测评，看很多的这种就是专业性的对比，然后去买这种所谓的家用产品、高科技产品。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让我更精准的去确定我的需求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别人可能说别人买手机会怎么样，那我现在所谓的我用的手机，我就用我2台手机了。我一台是一直在用的，就是现在在用的手机就是这个安卓手机，不是苹果手机，是安卓手机。对，因为在国内用安卓手机会方便一点，可能说买东西用支付，或者它续航会长一些，几千毫安的电池啊，我看一下，我的电池充电很快，然后电池的这个毫安就是电池的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大概信息啊，这是骁龙8至尊版的处理器，6500毫安的电池，运行是16GB 加12GB， 这个我不懂了。摄像头是什么？1600万前置，5000万后置加800万后置啊，这个东西很虚，因为我用到现在，我觉得我个人使用感觉，我个人更喜欢苹果手机的一个拍照的东西啊。然后它是有120瓦的超级充电，超级闪充。对，主要这个手机是好处就是充电快，电池大，然后存储其实我买小了，只有256GB， 现在已经使用了168GB 了。所以手机这个东西我个人现在就是如果说一定要买，最少512或者是1TB， 这是我对手机的一个情况。因为手机基本上要记录，就是在国内要使用很多的 APP 软件，大大小小都能使用得到。所以说包括我经常会用到主要缓存的这个截图啊、照片之类的东西会比较多。就像我最近在维权，所以我会用到很多的这种截图物流时长、一些交易的凭证，这些截图就是我在维权吧。所以说储存我个人觉得很重要，所以这是我现在手机的一个储存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手机当时买了有3000，刚出来买的，那时候买贵了，3600到3700的人民币啊，但是也不是面子，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品牌，主要我也是看重它的性能。最起码我用了有2年了，这手机从来不卡，也没有闪退之类的问题，偶尔打一些网，就手游、手机游戏，还是比较好用的。然后包括现在用的相机也是的，我会很注重这个东西，对，它是有科技性能的一个东西。以后未来肯定是 AI 的，未来肯定是 AI 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还有一台手机是 iPhone 15 Pro Max， 当时是买了1TB 的，对，对，那个手机是国外版的，好像是加拿大的这个 iPhone 啊。当时买了就是为了以后出国能方便，对，我做 YouTube 也是有这想法呀，肯定要多经常出去看看呀，对啊，如果以后能旅游，能去各种国家，就是也不是各种国家了，就是去一些我想去的国家去旅游去看看的话，那我觉得会很实用，因为它是有 eSIM 卡，eSIM 卡的话肯定是要比这种插普通卡的手机要方便很多。对，而且没有卡坏掉这种问题特别的麻烦。
是有点跑题了，有点跑远了。然后就讲到这个，首先是我对这种高科技类产品，对这种数码类产品，我觉得质量好一点、贵一点那是 OK 的。吃的话，就是从饮食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品质好一点也是对的。我觉得这并不是面子问题，也不是，而且我吃东西也不会说就是为了拍出来发给别人看，我不会这么做。我个人啊，只说我个人，我不会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面子问题，穿衣服也是，主要就这几个，衣食住行吧。然后现在房子这边的话是家里面这个父母贷款买的房子，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房子的事情就没什么好说了。对，主要是房子跟车子嘛。车子现在已经10年了，我也不想换。如果这个车子，以后要就是把它，如果说卖掉的话，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我不会买车。对，家里面当时这个房子是买了一个带车位、停车位的。以后可能把这个车位或者租给别人用吧，租给其他人用，做一个租售吧。每年还能抵我，还能抵掉一些。比如说我家上网的费用，对，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然后就是，真的很无语。今天我刷了一个视频，我看见了一个就是我们一个网上做抖音上一个视频宣传这个一个餐饮店，好像是火锅店吧。然后这个火锅店就很奇怪，明明这个火锅店它在一个商场里面开的，它的体量不是很大。然后这个老板在拍抖音，他说我们这个团队怎么样。哇塞，这个团队是怎么样呢？老板对吧？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就2个人，那有4个人是穿着西装，穿着衬衫，好像是什么大堂经理一样的。因为我做过服务，我也做过服务行业，我也是服务行业做过的。那我以前做酒店的。那做这个酒店行业就是喜来登这种酒店行业、住宿行业也不是住宿就是它有餐饮也有酒店。对，我认为就是如果你开一个小火锅店，你一个老板要找4个这种穿西装的这种所谓的都是男性，这种所谓的这种什么经理，有必要吗？后来我就和 AI 聊嘛，这种现象是什么现象？ AI 跟我说，这是大部分是因为是老板他要这个排场，要场面，要面子，还是面子惹的祸。那就会说因为这种面子去找这些人在里面。那我说你为了面子你找这些人做生意，那你不是会亏很多钱吗？对啊，你的成本会很高，成本高了那就会亏钱。这个问题是实打实的。要亏钱的话，那么这些面子难道很值钱吗？AI 和我是说这种情况很正常，而且很多的这种，就现在很多这种餐饮老板，就我们本地这边会因为顾及到所谓的这种面子，然后他们就会找这些人，对，然后就会导致什么主管经理，什么主管经理，什么什么总监，对，这是很搞笑的。也还有个很搞笑的，像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理发，因为我都是光头嘛，我自己理发，我不去理发店。因为理发店的费用真的太贵了，所以我不去理发店。基本上像我以前经常理发的一个老店，大概也有10多年了。对，我爸现在还在那边理发的。一开始理发大概10元人民币，15、20、25，那现在它涨到30了，那我肯定不可能去理发的。我已经有2年没有去过理发店了。至于我之前后来我去理发店都是那种团购，对，团购上会便宜很多。团购上理发店可能15元左右或者10元左右就可以简单的一个男性理发嘛。因为我对头发没什么需求，也不搞什么发型，所以说理发就很便宜。对，就会
特别挑那种便宜的地方去理发。那这种情况也会有人认为没有面子啊，因为我上家单位，我离职的那家单位，我的同事他们理发可能去别的地方做一次理发，就男性对，做一个简单的理发100元，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对，当然这是别人的生活啊。如果是我自己，我认为是不认，就是我自己是对我自己如果是有这种行为，我是不认可我自己的。对，我不严重不认可我自己。价值观问题吗？当然这样说出来是很有面子。对，那种所谓的面子，真的能，就是这种面子真的能带来什么所谓的价值吗？问号，对，都是问号，没有。这就是我个人对这个面子啊这种东西的一个看法。从穿鞋子、穿衣服到用这些我个人会买的一些高科技产品、数码产品、电子产品，再到一些我看到的一些情况，我可能刷视频会刷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东西就是还有一个非常搞笑的，就是很多人在网上在不同的平台买东西嘛，像在中国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平台，就是网络购物平台，有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那么我看到就是有人说在网上他会有人评价说啊，你们在就是那种很便宜的平台，比如说我在拼多多买东西，就会有人说你用这种平台买东西，那我一般确实我这个平台用的比较多，因为你在这个平台买的有品牌的东西和在京东在淘宝买的有品牌的东西，它是可能人家都是同一个厂家发的货，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厂家，但是相对它的有一个价格竞争嘛，相对会有的价格会便宜一些。那就会有人说了啊，你在这种平台买东西，肯定买的都是假货，对，肯定买的都是假货，然后肯定买的会怎么样，就会有人会这么说啊，就觉得你用这个平台，你就是要被我们攻击的啊，什么我们用什么好的平台就是有面子，那我这些平台就是这些网络平台每一个我都使用，但是我会在里面筛选，比如说我现在买的这个相机，我现在用的这个相机，大疆的 Action 5 Pro。那么我会对比3家平台之后，那我还是会选择，比如说我这台相机是在拼多多买的，不是因为这个平台它有多好，但是它的这个东西品质它是一样的产品啊，它同一个品牌啊，它都是大疆啊，对啊，而且买回来我都用到现在了，我也拍了这么多视频了，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对，但是就是会有人会这么认为。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啊，我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这样子的，那就会有人扯到面子啊，对啊，就是面子啊，还是面子啊，有的就是出去吃饭，为了所谓的面子，然后去吃某一家并不好吃的餐厅，就是味道其实我很注重口味，我很注重好吃很重要，而不是说它的档次有多高，它的环境有多好。当然环境好，如果能好一点就尽量好一点。那如果环境不好，像路边摊，对吧？像那种，比如说路边摊，或者是那种，我看到很多像在可能说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很多那种饭馆都是很普通的饭馆，或者对吧？并不是那种装修的非常豪华的。那为什么不能去？只要他做的就是干净，吃下去没有问题，合格的品质是合格的就 OK 了呀，对啊，味道好嘛，合格嘛，这个很重要啊。那当然看针对于什么事情，如果说有些事情需要去一些档次比较 OK 的餐厅，那肯定是要去办的啊。我以后比如说有老婆有孩子，那我当然会家里商量嘛。
如果家里商量意见大家都一样，或者是老婆这边有什么想法，那我都会去采纳，去看啊，对啊，如果 OK 肯定是 OK 啊，就是如果 OK 的话，就是大家价值观看嘛，首先大家的一个价值观问题，但我说也没用，像我家里基本上如果说有这种情况，还是父母定，他们想怎么办怎么办。我家里还好，家里不是那种特别没有那么夸张，对，就是很普通的家庭，没有那种特别夸张说一定要办那种特别排场、特别豪华的那种。我个人反正对这方面我是不在乎的，对，只要对方开心，就是我以后老婆 OK 开心，我觉得结婚怎么办都 OK 啊，对啊，这是要去商量的，去经营的。对婚姻的这种经营，很多人认为结婚就是面子，结婚之后再怎么样面子，什么彩礼也是面子。特别在现在中国的这个婚姻啊，彩礼是面子，房子是面子，车子是面子，结婚是面子，你包了多少红包，包了多少钱，红包都是面子啊！这东西真的好头大呀，好头痛啊！对，所以我的核心观点，我的一个个人观点，我不在乎，我不要面子，我觉得过得好就很重要，吃得好，过得好，家庭的这个和谐程度，大家的感情程度，就是夫妻的感情程度，双方的感情，对小孩的感情，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气氛，一个很好的环境，就是我说的环境不是那种高档次环境，不是那种精致人生的环境，我说的环境是就是在就是我们如果以后家庭能达到的一个环境，比如说空气啊，水啊，喝的水，就像我现在这边这个水质不好，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净水器，对，一定要净水器，因为水质不好，这个东西是很关键的，对吧？那吃也是啊，那能买到这种就是买的蔬菜，最好是没有什么农药的，但是很难避免，那只能买回来多泡一泡，多洗一洗，把它残留的洗掉，那只能这样了。也没有其他办法，这是我很注重的，对，包括吃的肉，这个食材的健康程度，这个食材的这个不是健康程度啊，食材的这个就品质程度，这是我所重要，我认为这是里子，就穿的衣服也是，坏掉就扔掉嘛，对吧？衣服如果坏掉也没有什么其他作用了，可以把它处理掉，因为放在家里会很占地方。那如果还能穿出去。还可以，没有特别大的什么洞啊之类的，那可以留着呀，对吧？可能可以穿得到。那新衣服我买的少，我买衣服买的少，一个是比较胖嘛，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衣服现在真的就是品牌看上去好像很 OK， 但是它的质量非常不好，我就不会买。对，我不在乎说你品牌怎么样，只要你穿到身上是舒服的，比如说棉之类的，棉就是那种纯棉性的衣服，那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那面子是个什么？对我不能说其他人啊，我不说其他人，我说我自己 ，me， 对 me， 我自己我的面子，我不在乎，不重要，它是狗屁，我注重是里子。对，是里面的东西，对，是内心的，就是或者是吃下去的，这是里子，里子比面子对我来讲更加重要。对，里子大于面子，在我这里是成立的。如果我以后家庭是这样的话，那就非常的和谐啦，非常和谐。对，就是。但是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就是比如说过什么纪念日啊、结婚纪念日啊，或者是生日啊，这些所有的仪式，该买礼物、该花钱，这些东西我觉得非常认可，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对，就包括像给父母长辈啊，他们长辈要过多少岁生日嘛，大寿嘛，像中国这里过寿宴嘛，几十岁、70岁、80岁这种寿宴。我60岁、70岁，反正这种过这种寿宴的生日，那么该怎么样还是要怎么样，对，不是我要求，这个东西是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这是要家里面说了算，
对，是一个很注重一个家庭和谐的一个情况下，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我不在乎这种面子OK， 停止录像。